大瀑布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的尼亚加拉河上，落差99米，河长56千米，是跨国瀑布群。尼亚加拉大瀑布被誉为世界7大奇景之一。你变成录视频啦！瀑布群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：马蹄形瀑布、美利坚瀑布和新娘面纱瀑布。好美呀！这里就是尼亚加拉大瀑布。哇，你看，哎呦，好看哦！今天是2025年5月13号，加拿大的时间，这里是多伦多，这里就是尼亚加拉大瀑布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你看多美呀！哇，好美呀，这大瀑布！哇，我们今天终于来啦！哇，纪念一下吧！哇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哎，真的是值得了，值得了！好美，好美！马蹄形瀑布位于加拿大境内，是3者中最大的岸，也是电影里面常见的壮观场景，既壮阔又温柔，更能听到汹涌澎湃的轰鸣声，是整个瀑布群的精华所在。尼亚加拉瀑布就因独特魅力，成为世界知名旅游地。若想俯瞰瀑布全貌，加拿大一侧仍是最佳观赏点。尼亚加拉大瀑布是世界上最著名、最壮观的瀑布，是世界3大跨国瀑布之一。感受雷鸣般的水声和扑面而来的水雾，自然的力量与震撼。站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前，你会瞬间被它的壮丽所征服。瀑布的轰鸣声如雷霆万钧，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。由3座瀑布组成，总宽度超过1000米，落差约50米。无数的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，激起的水雾在阳光下闪烁着七彩的光芒，如梦如幻。你会感觉到自己如此的渺小，而大自然的力量却无此的无穷无尽。尼亚加拉大漩涡，自然的奇观与内心的沉思。离开瀑布的喧嚣，沿着尼亚加拉河前行，你将来到大漩涡这里。河水的急转弯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深邃而神秘。站在高处俯瞰，漩涡的旋转仿佛在诉说着大自然的神奇力量，让人不禁陷入沉思。大漩涡直径约为520米，深度可达38米，漩涡中心的流速极快，形成强烈的旋转水流。雷鸣之水尼亚加拉瀑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然奇观之一，地处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与美国纽约州之间，由尼亚加拉河贯通伊利湖与安大略湖，由2国共饮一江水而同名的尼亚加拉城隔河相望，因大瀑布雾气常常形成七彩霓虹，被称为彩虹之城。从地图上看，这里是一条狭长的河道，上游坚硬岩层中残留一块高地，称为山羊岛，将主河道一分为2。西侧水量最大、冲成弧形的马蹄瀑布属加拿大，东侧水流再分经岩际切开小岛，称为露娜岛。形成并列的美国瀑布与新娘面纱瀑布，于是一条河分成2股，再化作3处瀑布，这是地质演化与时间共舞雕刻出来的河流奇观。在美国与加拿大边境的峡谷之间，尼亚加拉河斜着从伊利湖
奔涌而来的力量一路咆哮着倾泻而下，那一刻大地震撼，空气被水雾填满，整个世界只剩下轰鸣的回声与闪烁的光。尼亚加拉瀑布并非一体，而是三股水流的合奏。加拿大一侧的马蹄瀑布最为壮阔，水流如弧线般泻入深渊。美国境内的美国瀑布则碎裂成万丈白链，在岩石上跳跃，而最细致的新娘面纱瀑布轻柔如雾，仿佛为这场自然的盛宴披上了婚纱。阳光透过水汽折出七色的湖，那是瀑布的呼吸，也是座座彩虹之城的心跳。每一滴水都在奔赴自己的命运，从高处坠落，再重新融入平流。一个多世纪前，特斯拉在此点亮了世界第一盏交流电灯。人类用智慧将这股无穷的水力化为光与能量。如今，游人乘上雾中少女号，在水帘的深处仰望那道银白色的幕布，仍然感受到自然与文明交汇时的颤动。尼亚加拉的水昼夜不停息，像一道永不止境的乐章，在时间深处吟唱着关于力量、浪漫与重生的诗歌。法国的传教士和探险家路易·亨内平于1678年随法国探险队进入此地，被瀑布的规模震撼，并将之写入了新发现的路易斯安那一书。这是瀑布的第一次文字的记载。到了19世纪的中期，尼亚加拉瀑布已经成为了全球闻名的自然奇观。人类开始尝试以各种方式征服瀑布，从走钢丝、漂流木桶到驾驶简易船只。1901年10月24日，安妮·泰勒，一位美国的女教师，在她63岁生日的前夕，设计了一只特制的木桶。内衬垫充物防止撞击，并带着一只猫做实验。猫安全地生还后，他亲自钻入桶内漂流，结果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成功生还的瀑布漂流者，从此被称为尼亚加拉女英雄。19世纪的晚期，尼亚加拉瀑布也成为水力发电的先驱地。1895年，尼古拉·特斯拉与乔治·威斯汀豪斯在此建成世界首座交流电水电站，标志着人类从挑战自然转向了利用自然的新阶段。自古以来，印第安人就将这里的轰鸣认定为雷神说话的声音。尼亚加拉就是雷神之水，作为连接伊利湖和安大略湖的一条水道，尼亚加拉南起美国纽约州的布法多，北至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杨格镇，全长达54公里，海拔从174米直降至75米，上游河段河面宽2至3千米，水面落差15米。尼亚加拉瀑布与南美的伊瓜苏瀑布，还有非洲的维多利亚瀑布合称为世界三大瀑布，是世界上第一大跨国瀑布，全世界流速最高的瀑布，世界的7大奇景之一。尼亚加拉瀑布形成于12000多年前的冰川时代，源头为尼亚加拉河，由西向东的进入安大略湖。主要瀑布马蹄瀑布位于加拿大境内，是整个瀑布的最佳的观赏地。在美国境内的瀑布由月亮岛隔开，观赏的是瀑布的侧面。尼亚加拉的3条瀑布流面宽达1160米，如果加上2个岛屿，宽可达1240米。
虽然分成3段，却是同一水源、同一归宿——尼亚加拉河。尼亚加拉最大的瀑布在加拿大的一侧，称为加拿大瀑布的季马提瀑布，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境内，落差58米，宽792米。马蹄瀑布的水量大，溅起的浪花和水汽可高达100多米，水冲到河里呈青色，在尼亚加拉河下游形成了一个长湖。主航道是加美陵水分界。瀑布2个岛屿分别是山羊岛和鲁纳岛，它们像2尊钟楼抵柱，将瀑布一分为3。据说，印第安人曾经把山羊岛视为圣地，将已故的首领安葬在岛上，以求升入天堂，所以称其为快活岛。后来，欧洲的殖民者入侵这里，快活岛也难逃厄运，墓地被盗，挖掘一空。印第安人惨遭杀戮，只有一群山羊留在了岛上。严冬到来的时候，大群的山羊被冻死，唯有一只公羊活到了第2年的春天，因此这个岛屿的名字就改名成了山羊岛。位于美国较大的瀑布称为美国瀑布，在美国纽约州的境内，瀑布宽323米，落差52米。在瀑布中的水量占6%，美国瀑布的水呈蓝色。令人着迷的是激流冲击瀑布下的岩石的情景。瀑布下的岩石层层叠积，高高的激流冲下来，冲进岩石的缝隙，又纷纷从各条缝隙中窜涌而出，复跌到下层的岩石里去，再从更下层的岩石间喷发而出，纵身一跃，融进滚滚东去的涌流，波澜壮观。美国瀑布旁边有一个鲁纳岛，水流被一分为2，分出了一条宽80米、落差50米的小瀑布。其因水量比较小，飞落化物如同一位戴着面纱的新娘，所以称为新娘面纱瀑布。由于湖底是凹凸不平的岩石，水量又不太大，因此水量呈漩涡状流下，跌到无数块硕大的岩石上，卷起千层雪。与垂直而下的帕瀑布大异其趣，流水潺潺，银花飞溅，景色迷人。同旁边蔚为壮观的瀑布相比，别具一格，另有一番风韵，是一片月光，柔和地洒在了绝壁之上，令游客陶醉。因此，尼亚加拉瀑布也成为了一个情侣幽会和新娘夫妇度蜜月的圣地。多伦多世家堡米利肯公园和瞭望湖。公园里面有很多的枫树，还种有一些颜色鲜艳迷人的郁金香。这是世家堡最美的5个公园其中之一。世家堡拥有不少多伦多最好的公园，令人意外的闹中取静和可玩性。吉尔德公园是整个多伦多最宁静的地方之一。公园以其20世纪建筑遗迹而闻名。米利肯公园中心的池塘景点使世家堡北部成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。从某个角度看，就像你坐在小屋的甲板上一样。清晨在池塘边的一条长凳上坐下，看着天鹅在水面上进行优雅的舞蹈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和订阅。